他那个要求我们跟他拍张照片。好，鸡呀、狗啊、猫啊都来凑热闹。留个纪念，老人家要把它洗出来。常人极少踏足的秘境深山，藏着一户独守岁月的山居人家。这里位于湖南的群山深处，想要进出村落，只能顺着蜿蜒崎岖的碎石泥路前行。徒步几公里后，视野豁然开朗，连片稻田铺展在山谷之间，满目生机盎然。这片山坳之中，依旧散落着几栋饱经风霜的古朴屋舍。当我们到达第一栋老屋，竟然发现还是一栋泥巴砖房。在这里，我们遇到了2位伯伯，他们虽然不常居于此，但是却守着祖屋耕作，打算年老便重新回到山谷中养老。他们待人十分热忱，还采摘瓜果相赠。山谷中尚有一位年过60的爷爷，长期独居于此。爷爷勤恳劳作，耕田、养鱼，饲养着数十只山羊与家禽，猫狗相伴左右。见到远道而来的我们，爷爷十分好客，同样赠予蔬果，还盛情邀约我们留下来吃午饭。大山深处这份质朴纯粹的善意格外动人。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探访一下吧。走遍湖湘大地，领略风土人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福。今天我们驱车来到浏阳的这座大山里，来探访一个古村落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山谷的入口处了。刚刚我们通过无人机的视角也看到了，在我身后这座大山的深处，隐藏着一个村落。房屋的门前还像是开垦了田地，应该是会有人居住的。我们现在就一起徒步走进去看看。只有这一条泥巴路能通往那个村落，并且呢，我们抬头往天上看，这里竟然还有3香殿。旁边我们还发现了这里有山泉水管，你看那里的山泉水，我们下去看看。哇，这里形成了一个小型瀑布啊！这里是夏季避暑的好场所。哇塞，太棒了！走到这里来，感觉一下子就清凉了不少啊！你看这里的水流是不是很湍急啊？去感受一下。哇，这里的垂直高度1-20米高啊，特别的清凉是吧？是的，好冰凉，我感受一下。哇，等一下来这里玩水呀！现在是酷暑的季节，现在很多人往大山里面走，到处寻找溯溪的好地方。哎呀，又被我们发现了一个溯溪的宝藏场所。好啦，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吧。你们看这条路啊，它其实是一个陡坡，但是啊，这个路还相对来说比较平整，没有像我们之前去山里的那条路。对，这条路呢还行，压得比较紧实。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因为我们对里面路况不熟，现在呢不敢再开车往里面走了。而且这个路面呢，看上去还是有一些陡坡。哇，这个山谷里面的山泉水，就是从村落那个里面流下来的。其实这边经常下雨的话，这个路面啊也会被冲垮的。这个道路还是有这么宽。
车子勉强能开上来。我们从这个位置到村落的位置，距离大概在1公里、1.5公里左右吧。这条路都是平整的，走起来相对来说比较轻松。哇，这里还有一个岔路，看看。这条岔路，它也是一条泥巴路。但是你们看这个路啊，杂草丛生了。是的，但是那里面看样子有电线杆呐，所以以前里面应该是有房屋的，有人居住，但是现在完全废弃了，估计房屋也倒塌了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往这边走。走到这里，我们竟然看到了，这里竟然还有人种的水稻，是吧？在这个山谷深处有人种水稻，那说明里面的村落应该是没有废弃了。这里种的目测大概有接近1亩的样子吧。大概是8月份的时候，中秋节期间，应该是可以收割的。这应该是晚稻吧？也不能算是晚稻，应该属于中稻吧。这个禾苗长得挺好的，郁郁葱葱。它这里的禾苗都是山泉水灌溉的，可能它成熟的可能都要晚一些。山谷里的温度啊，相对来讲要低一些。哇，这里就更多的水稻了，是吧？已经到达了村落里面来了，真的是视野豁然开朗啊！哎呦，上面还停了一辆车子啊！哇，鸡犬相闻呐、是不是？这个村落就坐落在这个山坳里面，在这里都听到有鸡叫声啊！这里种了菜呀、那么就是上面有人呐、在园子里面。哎呀，这个鸡在园子里面去了。哎，农村的鸡都是放养的。整个这里就只有这一栋房屋吗？应该不止吧。 2栋。它这里是泥砖房哦，看一下。哎呦，这里还安装了监控在这里。哎呀，这家人在这里干嘛了？整个菜园子里面到处跑啊！你好。哎呦，这里一个宠物狗啊，泰迪呀！我们是到这里面玩的。这里就只有你们一户人家住这里吗？下面还有房子是吧？哇，你这个是那种泥砖房哎。啊。没改造啊？你是在这搞养殖吗？养一点鸡呀。这里种了这么多稻田呢，是你们种的吗？就是这个村里种的，我没有种。哦。因为有那个树上的那个梨。你们是自己树上种的梨子啊？你吃吗？它不是那种。尝一个。不是那一种。看。叫什么房间梨？是本地的，有点涩的样子是吧？没有那种市面上买的那么甜。对，甜。可能有点酸酸甜甜哦。甜是有甜的，它就是有一点渣渣。哦。你们是回来过渡？有时候就回来跑一下。这是你们的老家吧？以前的老家是吧？就是临时在这里面。自己削的。把皮削掉要。好。这个大一点的。自己家的。它烂了。
没有打药哦。没有打药，那肯定要自己家的。全部是这个烂的，好嗯的，有一半是烂的。哦，是的，它有虫子咬掉了一些。在这里养了多少只鸡哦？首先是有十几只，十几只啊？现在只有几只了。它跑到菜园子里面种了菜吧？没有，就是圈在那里。圈在那里哦。那鸡在里面捉虫子吃啊？你在这里面应该还蛮凉快了哦，山谷里面。它晚上是凉快，啊。就是有太阳就很热。来，啊，这只泰迪还蛮乖的嘞。这个时候，这里面都还有人种了这么多田在里面呢。你好。以前那个路不方便，他就都搬出去了。都搬出去了。以前这里住了多少人呢？有十几户人。有十几户啊。不过这个路我看你车子开上来了，我刚刚车子开了100把米进来，然后就没开上来了，怕这里路不好走。停在哪里？就停在那个路口边，有个瀑布的那个下去50米远的样子。那里好，那边可以过车吧？可以，我是留了一个道的，靠边停的。那你想掉头啊？掉头啊，我掉好头了。来，给你吃，看尝一下。还可以，它这个梨跟那个外面的梨不一样。跟那个市场里面的那个卖的梨子没，它那个肉嫩些，这个粗一点。是的，是的。因为这个是老梨树。老梨哦，有几十年了。几十年的。啊，应该是的。你那个是在搞鸡饲料吗？对啊，不是那个这什么包那个玉米。哦，玉米啊。自动喂食机放在那土里面。自动喂食机。等到那个。它只要那个音乐一响，那个鸡就自己投。自己会过来吃食，还蛮方便的。除了养鸡，没有养其他的吗？没有。这菜是你自己种的？辣椒。我们也是1个月上来住个3天4天，偶尔上来，不是天天在这里。我们住在浏阳那个市中心。浏阳过来也不远了。只是偶尔。到这里面呢？那你平时不在这里，那这些鸡呀，它自己在这里安全吗？对，安全。有监控。有监控啊，有自动喂食器啊。是的，是的。它在这里安全。那说明这里的民风还可以哦，没有偷。没有。是的。没有偷东西的。没有。不，有茶水呢，我们。好。有茶水，有的。好，喝，它尝一尝山泉水的味道。山泉水。这是临时搭了一个棚子。临时搭的。你们估计以前这个房屋面积应该还要大一些吧？以前整个这都倒塌了。是吧？应该是的。你这个也是以前的砖房吧？泥砖房，这个房子应该也有几十年了吧？那有喽。有起码2、30年。90几年建的。那你有没有考虑重新在这里再修建一栋房屋，在这里养老？就是把它整理要。对。把水泥片。这个我们这里没有，我往忙给带茶叶上。没事，谢谢。有茶叶啊。水冷的吧？好不怕的啦。没事，不用，喝点山泉水够了。它这个水凉一点点的。不是刚开烧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能放茶叶。那你们小孩应该也在外面了，小孩也蛮大了。在市中心。是吧？他们不上来，这是我跟他，这是他的老家。是的。本来那边全是屋的，全部倒了以后就，只剩下这2间了，然后就住在这2间里面。也是偶尔上来，就像度假一样的避一下暑，对。对，就避。现在农村里面很多都是这种情况。好多人都出去避暑了。对，都到回老家避暑。尤其是泥土房没有倒塌，就是稍微修缮一下都可以住人。我们昨天住的那个屋子里面，风扇都不用开。凉气都不用电。就是这里吗？昨天来的。白天好有点热。到了晚上盖被子冷。是吧？盖被子就山谷里面
所以都是来乡下避暑的。那梨子还可以啊。那里应该是种的秋葵吧？这个是，是吧？只是好像老了吧？老了，对。看自己种的菜啊，在这里啊，想吃就摘一下，对吧？比在外面买的是好多了啦。那这个没打农药的，那肯定啊，别没打农药就烂了。就烂了。是的，这个也烂了，外面红的。的打农药就不烂，它是有的泡了药水的。它没打药的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就是秋葵，你们秋葵长这么大了。对吧？我说这个是秋葵，我秋葵长这么大了，你们都没摘的吃到。有更大的。都可以做种了。可以做种了。是的，这秋葵都是自己种的人，蛮好的。这个秋葵价格市场上卖的很贵的。不贵吧？很便宜吧？应该。我摘点辣椒给你哦，你哎呦，不是，我还要摘一点点哦，反正我。哎呦，真的是太感谢了。没事，我下面也种了我。哎呦，太感谢了。你不嫌弃就好了。还会嫌弃了，山里的东西是最好的宝贝。还摘一点给你，你不要走，等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反正烂在树上，它也烂掉了，也是烂掉了。那也确实是了。我们很少在这里住，知道不？所以烂掉了也烂掉。我们在城里我们种了那个辣椒，城里。你在城里也种了辣椒啊？我在楼上搞了个小花园。就是泡沫纸箱咯。对。乡里的人真的是太热情了，太淳朴了。没关系。装几个去。好，装几个梨子。装几个去。我们。没事的，你不嫌弃就好。哎呦，哪里会嫌弃啊？你们太热情了。堂哥在那里养羊。养羊是吧？我去下面看一下，玩一下。你贵姓啊？姓吴，口天吴。口天吴啊。他姓钟，东北的钟。钟大哥，大姐，谢谢你们啊！刚刚从这位钟大哥和吴大姐他们家里出来，他们太热情了，跟我们送了一些菜给我们呢，还给了我们一些梨子。他们以前也是这里的村民。你看，走到这上面来啊，这里田地还种了蛮多的，这里起码看上去都有10多亩田地啊。这个地方是一个泥土房，我估计也是垮塌的这里这个房子还有蛮有特色哦，它只有一个门哦。这是什么咯？这个房子。这个啊。以前估计这里整个这一片都是房屋，只是倒塌了吧才剩下这一小间房在这里啊。对吧？整个这一片都是一个屋场，我感觉。那不像。不像啊？因为你看这个房子的那个边边角角嘛，它都是好平整的，它没有那种残垣断壁的那种痕迹，像是一个单间。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房子哦。是的。孤零零的一个房屋在这里哦。好奇特的。到时候我打听一下，问一下山里的村民，看看这里是什么情况。这里还有一口池塘。整个这里还全部种了水稻嘞，你还别说，这个山谷里面还挺不错的嘞，不像我们以往探访的古村落以前探访的古村落，基本上山谷里面全部都荒废了。这里有一栋泥土房，这里是修了一些水泥砖房、平房。刚刚他们说是他的堂哥，对吧？钟大哥说，那钟伯伯说是他哥哥在这边养山羊。那边还有房子。这个房屋走上去看看。那里围起来种的是什么？那里啊，那里围起来的树，估计是这边的经济作物吧。哇，这里应该是，看样子是没人住哎。以前这里估计是搞过养殖，养过猪或什么。现在门前草都长得这么深呢。这个房屋废弃了。养过猪。是吧？你看嘛。
对，这个是赶猪的猪槽，确实是改造过，这也是砖房。它这个房子还不是那种泥土哎，你发现没有？嗯，还是泥砖房。这个房屋面积还挺大的，上面搞了吊脚楼的形式。以前这家人在这里养过蜜蜂，门前视野好开阔吧？哇，住在这里面真的是空气环境都很好，这里也安装了监控。不过现在已经废弃了，没有人了。好了，我们再到下面去看看。刚刚相机还没打开，两只鸡从这个草丛里面窜出来。哎呀，在这个乡村里面啊，真的是养的家禽呐，太自由自在了。哇，有狗，所以一般养殖户家里还是会养狗。Hello， 哎呦，这是一只大黄。还有项圈呢。哦，还脖子上挂一个铃铛是吧？哇，这栋泥头房看样子还挺大气的哦。那里搭建了一个木棚子，是专门养山羊的场所。哇，整个这一片下来全部是水稻啊！这水稻是哪些人种的咯？门口这里口池塘。哎，你好。哎呀，这只狗还挺温顺的嘞，它吼几下。叔叔你好，我们到山里面来玩，看看风景，拍拍视频。好，啊，你现在在这里搞养殖是吧？养点羊啊。请问您贵姓啊？请问您贵姓？姓钟啊？哦，是的。他刚刚我到下面的那个钟大哥，他告诉我你是他堂哥是吧？他刚刚跟我说，他说他哥哥在上面养山羊。在哪个的地方？对。他出去了？没有，还没出去。我刚上来的时候，他们在那里忙。今天过来了。昨天晚上在那个镇上，昨天来的，在镇上住了一个晚上，然后今天走到这个山谷里面。看到这里有一条泥巴路啊，就往这里面来了，看看山里面啊，看看风景啊。现在这里就你一个人住这里吗？啊？在家里就你一个人住啊？哎呀，还养了一只，这是叫橘猫吧？橘白猫还是什么猫？橘白猫对吧？哇！哎呦，谢谢。把裤子脱脏了。哎，没事。谢谢。哇，你这里的山泉水好充裕哦。这门前这些田呐，是谁种植的了？几个人种的？几个人呐？是住在村这里面的人呢，还是村外的人呢？这是头上，我也种了几些。你也种了几亩地啊？哎呀。搞到完了，没有什么收入的。没有什么。这里种植水稻啊，阳光啊，看样子都还蛮充足的。那你这个水稻是什么时候收割呀？到了中秋节的样子，中稻对吧？中秋以前的时候。你这收割水稻是请收割机还是人工搞啊？收割机哦。收割机哦。哦，我第一次到一个这样的古村落来啊，这里面全部种了水稻，这是我第一次遇见的。以往我去过的地方啊，基本上都是荒废了。啊？这里没来过啊？没来过啊。哎呦，哇，你这个泥土房里面好舒服哎，这走进来凉快。哎，平时是你一个人在这里住了？我也经常住在这里，也去到外面。你也没经常住这里啊？啊，平时进出都是骑摩托车。哎呦。在这里养了多少只山羊哦？40-50只，我养好多。40-50只山羊啊？要不要切片子？啊？要不要？不了，在这里面，反正走一下，出汗呢。你看，源源不断的山泉水，
这要是自来水这样放开水龙头是好心疼的，是吧？所以这山里面好啊。你这个泥土房是什么时候修建的？还保存的这么好哦？啊，8几年呐？85年了，那有41年了。你这瓦片是修上过不？现在这瓦片早几年把它换了一下。哎，是的，我看上去应该是新换过的，不然的话，你这个房屋肯定就会漏水啊。这个下面也出来有点吃那个鹅叶。嗯，那山羊禾苗应该不会咬吧？有点咬。也会有一点啊、那是有，还是要有费精力要赶的。没有什么好大手艺，好玩一样，我想做事了。哦，玩一下山羊。是吧？其实养山羊，你管理的好的话，下午3点多放出去，对，我也是。然后它2点多放出去，它自己会回来，5、6点钟自己会回来。哎呀，他不是他满山跑，满地方跑，不是在一个地方走的。 40、50只山羊啊，那是还是工程量蛮大的嘞。要牛羊最好买，牛羊那个80块钱一斤的肉，我们卖68了，别个说贵了，他都不吃。你们的羊就是我们的羊比那个是零卖，是那个零售价68块钱一斤不？还是别人过来收一整只羊哦？没人收整只羊，没人收。没人收一整只羊啊？我这个羊还不长了，一年都是长2、30斤。 1年才长3、4斤，30斤，一年的只有30斤。哦，1年就只有30斤。这个羊不，这个是土羊，不长的羊。哦，你这种黑山羊是土羊哦。本来是的，这个羊最好吃的。这个羊啊。这个羊最好吃。哦，那你卖68一斤是零售哦，杀掉来再卖的。那有蛮高啊，那你这个价格还蛮高的。我在李宁那边问的，别人都是才卖几十哎，30、40块钱一斤的。那个不是土羊。 不是土羊啊，你这个羊还有点不一样啊，长不大的，长不大就只能长到几十斤。到市场上，他们10块、8块、7块都有卖，是吧？1块钱一斤，10多块钱一斤。但我们这个有些人去80、去60斤我买。这个鸡啊，你这个是什么鸡哦？啊，土鸡。哦，你这个土鸡是哦，全满山跑的。到市场上是不是10几块钱一斤吗？你平时都不怎么需要喂其他的饲料吗？ 不是，还会吃掉，不给它不吃东西的，现在就是吃的。就让它自己在野地里面找虫子吃。刚刚我出来的时候，走过来的时候，突然几只鸡从草丛里面窜出来的。你养了多少只鸡哦？是2、3只，养没养好？也要吃东西的，不吃东西不会长了。对，也要吃，它不可能，你还是要喂一点玉米啊，还是要喂一点的。哇，以前你这个周边只有这几栋房屋吗？ 早2、3年前有数啊，有10几户人家是吧？几个房子，有10几个房子，现在全部倒掉了。全部倒掉了。那里有一栋很高的，大概有2、3层楼房高，就一栋这样的，像一个城堡一样的那个泥土房，那个是什么呀？那个房子是谁家的呀？只有50米啊。哎，只有50米，就很高。全部倒了。全部倒了，但是那个房屋好，我儿子说，他说，但是那个房屋的斜切面很整齐，哎，他说那个。 感觉像单独建了一个那样像钟楼一样的房子在那里，那也是别人家的房子，周边房屋周边的那个房间都倒掉了，只剩下那一栋了。哦，刚刚我过来的时候是看到一个池塘，是你养的鱼在里面吗？我就吃了几个小塘。哦，你搞的，挖了几个小池塘，养点鱼。这里都有5、6斤的了，那天他们晚上整天搞了5、6斤鱼。搞了5、6斤，你是？ 养的一些什么鱼咯？草鱼。就是草鱼多。那你自己是不是还要割点草要丢进去喂哦？那你在这里过着悠闲自在的田园生活呀，比在城市里面的人享受多了。我觉得，这里面空气好啊，环境也好。你要是想做点事，不做事情好玩。想做点事啊，那你反正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哦，不要太劳累的咯，是吧？在周边转一下。那你平时在这里也会种一些菜吗？ 那个菜长得不好，没有打什么药。没打什么药啊？在这里吃饭吗？随便吃一口啊。随便吃一口啊。在这里玩呢。啊。这个没有打什么药，种的不好，菜是种的蛮多，没有什么收益的东西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叫甜瓜。啊？甜瓜。甜瓜呀，这是你种的瓜呀？有吗？啊？有吗？被鸡吃了。被鸡吃了呀？有里面。看一下找得到不？
看一下找得到不？我们是，哎呀，这里有一个，嘿嘿嘿，还没倒啊，还没老，还不好吃，这个啊，要有排泄的。我看一下，这个老了呢，老了你摘了吃。你看一下，还不好吃，你摘了吃不？对啊，这个这么好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摘。哎呀，这个甜瓜真的，我们太有口福了。十几个、20、30个都也不及吃了，搞了10几个，那个这个不能吃，这个是青的，对对对，那你知道了，嗯，很少了。对，这里也有一个，这个不是鸡吃的，是吧？那个所以你的鸡真的是，还有鸡飞进来，不知道从哪个地方进来的。搞2个玉米吃的差不多，那个玉米挺好吃。玉米啊，被你们自己家的鸡吃的这个鸡，啊，你不是拦起来篱笆拦起来了吗？那是搞得好啊。对，你拦起来了，它也是从到处飞上来的。种了一些辣椒，没打什么药，没打。哎呀，茄子好嘞，没打好多，没打。这个茄子不过没有多少了。哎，你自己在这里悠闲自在的。这个玉米熟了啊，可以啊，玩一下，我这可以，搞2个了。可以啊。是一个人吃一个差不多了吧？我那里搞了一个。哎，我刚刚走到这里看了一下，这栋房屋也是别人废弃了好几年了不？这栋房屋。他动了养了猪了，现在人都死了，妈站到那里去了，才死了2年了，也是60岁、60多岁、70岁死了，60多岁了。哦，也是在这里搞过养殖，养过猪，然后就也是前2年过世了。看到没有，天福？这位爷爷种的，是的，香瓜。这只猫好乖哟。放在这里洗一下。啊，洗一下就可以吃。刚刚那个相机好，给我发个倒个相，放在这里。是的啊，可以帮我倒个相看。啊，放在这里。站着照个相啊。你这个可以倒的吧？可以啊，这是你自己搭建的。看不看？哎，啊，看一下。到里面来看，可以到里面来看。好。哎呦，就是这种小山羊啊，现在这个土羊。像那么小的羊要挡2、3时间呢，怎么容易挡？一天挡不了2。你看你这种小羊崽子要养到这么大，要养多久啊？要1年了。要1年才能长这么大。啊，1年才能长30斤。1年才能30斤。那你卖的最大的羊是有多少斤呢？最大的？就是这个样子了，你看。就这样子啊。最大的也就40、50斤了。看不看？哎，你好像基本上每只羊好像都有这种铃铛哎哦，就到山里面好找一些。那你的小孩子他们呢？他们经常也会回来吗？很少回来，很少。老伴呢？老伴昨天下午下去了，我那个女儿那里给带2个外甥。哦，帮忙去了，就你一个人在这边长期住这边。昨天到了这里。你年纪也不大吧？60来岁。对，60岁。60岁啊！哎呀，对，养一只狗作伴，养一只猫，他那个要求我们跟他拍张照片。好，鸡呀、狗啊、猫啊都来凑热闹。留个纪念，老人家要把它洗出来。你这里还有网络信号啊？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。啊。有时候没有，有时候好，有时候不好，有时候有点打不开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回去了，下次有机会再来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可以，下次有机会了。好，谢谢啊。钟爷拜拜。哎，一个人注意安全啊，是身体健康。我们徒步几公里，来到了这个山谷的尽头，没想到是一位年过60的爷爷独守在这里。他在这里种了水稻，养山羊、养鸡，过着自给自足的山间田园生活。这样的生活你会向往吗？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